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的邀请到了主讲人，著名的小提琴大师薛伟先生。今天薛伟老师要和他的钢琴伴奏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黄萌萌，还有他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古丽莎同学一起为大家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小提琴音乐课。好，现在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小提琴国际大师薛伟老师。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和我们外交部的朋友们、钓鱼台的朋友们共同参与一堂公开课。在这里，首先我要向李部长的光临表示由衷的欢迎，由衷的感谢。另外也非常感谢胡书记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啊。今天呢，我把小提琴的课堂搬到了我们今天的讲堂，因为我不想用长篇大论把音乐分析成非常繁琐的让人困扰的，甚至扭曲的，让人望而生畏让人听完了之后反而失去了最初对音乐的这种热情和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记得一位文学家曾经讲过，一旦音乐被语言所表现，那么音乐的生命就终止了。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课堂搬到这里，让我们的音乐，让演奏来讲话，让大家参与到我们的音乐创作就是说音乐表现创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去不是以这个仰望的姿态，而是以平视的这样的角度，用心灵的介入来和我们的音乐创作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从音符到音乐的这个过程有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大家呢可以从中更直接的体会到音乐创作过程中的这种乐趣和快乐从而呢拉近古典音乐和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最后呢，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能够唤醒大家自身对自身的这种美好经验的一种体验。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课呢，我们是将要演奏《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有一首外国的作品，是克莱斯勒，奥地利作曲家克莱斯勒的一首小品那么这个演奏的过程呢，不是从头到尾不间断的，而是一段一段的演奏，然后一段一段的评讲。好，谢谢。
先听一下。演奏的很好，声音非常美啊。那我想知道这个爱情的主题出来，你是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主题的？这个协奏的第一个主题，这个梁山伯与我觉得应该是拉的比较温暖，比较甜美。那么这一段高音区的旋律出来和一段低音区的出来，你有什么样的联想和设计？我觉得高音区应该是祝英台，然后低音区是梁山伯，然后他们俩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对唱，一个对打是吧？但我看你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好像长得有点像啊。实际上你这个联想非常好。高音区呢，我们可以不妨把它设想去祝英台的一个形象啊。低音区呢，设想成一个这个梁山伯的形象。但是在这个祝英台的形象上面，我只是听到了比较很优美的声音，但是我感觉不到很多的这种姿态啊。你看你使用的柔音啊，这个小提琴使用的柔音呢，是一种从声乐那里借鉴来的一种表现情绪的一种手法。什么是柔音呢？这个就是柔音，这手的来回晃动啊，就像我们唱歌一样。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唱音，它声音它就没有感染力啊。那么柔音的快与慢，给这个音乐的特点就不一样。你如果揉的稍微慢一点呢，就比较舒展一点。你揉得很快的呢，那么声音呢就听起来比较紧张，比较兴奋啊。你这个柔音稍微快了一点，听起来像是这个祝英台的，像是搞散打出身的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滑音的部分呢，可以稍微的稍微迟缓一点。如果是这样呢，显得非常的委婉动人啊。你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戏曲中的这个水袖啊，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用这种细节上的刻画，体现出这种一个女性的一种形象，是吧？比如说，这一个滑音，像是回眸一笑，很有味道，很含蓄，是吧？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就比较鲜明了，是吧？然后下面的梁山伯的形象，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厚一点的声音啊，稍微粗犷一点的声音来体现这种变化。是吧？这个就有一个对比出来了，好吧？我们稍微试一试这个，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祝英台的形象再刻画的更委婉一些啊？我们试试，直接从小提琴部分。好，对，这样很好啊。只要稍微把柔音的速度再放慢一点，现在还是显得比较亢奋的感觉，好吧？因为我知道对演奏者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演奏的慢一点，但是在某一种场合他一紧张，他的手就控制不住，开始加速，可以理解啊。接下去的这个两段的对答，小提琴的部分可以再主动一些，跟梁山伯的这个对答，我们来听一听梁山伯的。呼吸。OK， 你这个稍微这个每个滑音呢，什么是滑音呢？就是从一个音到另外一个音的过渡的手法。一般我们有这么拉法，这是一般的拉法。如果有滑音是吧？它使得音与音之间的这种粘合度增加了，它可以表现的这种情绪就比较多，是吧？像有的时候让人感觉依依不舍，有的显得非常的妩媚，很这个含蓄的，有这种特点。当然，你滑音的使用的速度的不同，是吧？这种手法不同，它可以给予乐句的这种味道啊和这种含义，还有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层次的，好吧 ？OK， 这个接下去这一段完了之后呢，就是乐队的进入，是吧？
乐队进入一种旁观的叙述，对爱情的赞美是吧？出品回应。接续这一段旋律过去了之后呢，然后我们有一个长音，把我们的这个音乐的情绪呢带到了另外一种状态中，一种更富有幻想的一种意境中。那么在这个幻想的天地里，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更自由一点，多一点这个想象的空间。你刚才的演奏呢是，来怎么来？这是听起来很平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想象的空间放得更大一点。这一个音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镜头，导演使用镜头一样，追溯到很远很遥远的一个地方。我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要让它感觉从现在到很遥远的这么一个距离。我们把的音色呢，可以做一点变化，是吧？这样的话，增加我们的这个幻想的空间，从很实的一个 re 到很遥远的。这个音出来，就把大家带到另外一个状态中，一种非要急于出来，是不是很遥远的感觉？通过晚一点点出来，这是一个时间艺术。你稍微晚一点点出来，多一点点留白，给我们的想象的空间就大得多了。语气上是欲说又罢，很含蓄的。收住。通过这样的一种细节上的刻画，是吧？节奏上的这种调整，就可以反映出来一种姿态，啊，一种习俗，甚至反映出一种文化啊。好，接下去我们继续演奏下一段，就是同窗共读的这一段啊。来，我们一起来。这一段上给予演奏家的空间、表现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多，你只要能把它技巧完整无缺的这样无误的演奏出来，轻松的演奏出来就可以了。下面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这几个比较出彩的片段中。下面一段就是18里的长亭相送的这个，好吧？我们试试看，听听下一段啊。
很好。这一段18里长亭相送，你是怎么样的设计的？怎么去表现的？你想突出的是什么？我想突出的是祝英台的惋惜跟无奈。好，你怎么去体现这种惋惜和无奈呢？体现？对，在演奏上你怎么去体现这一点？在演奏上，应该是柔音慢下来。柔音慢下来，而且那个力度不要特别的大。上大而化之的这种情感的刻画呀，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较有修养的、有受过比较好的音乐教育呢，他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就是刻画悲，就像一个演员一样，你说你来表现一些悲，很多演员他都能掉眼泪，但是你让他这个悲多一种层次，多几种层次，那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了，可能只有称得上艺术家的人可以做。有的时候是掉眼泪是一种悲，有的时候它是一种眼神，有的时候是一个动作，有的时候是语气，它有很多种层次的不同的手法来表现一个悲。那么这个悲可能就是一个更丰满的更人性的，是吧？我们这里来表达是18里长亭相送的悲，我想这个几个基本要点你有了，就是柔音放慢一点，对吧？它可能是比较缓慢一点，它有一种伤感的一种特性，是吧？声音。那么声音呢，你可以寻找一种东西能够反映出悲的声音，比如说我们不要拉得太明亮，太明亮没有这种悲的特性，但可能选择一个比较暗的一种声音。另外呢，在这个分手的时候，这个梁山伯并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儿身，是吧？所以祝英台一直是借物抚意，暗示爱情语气呢非常的委婉，很深情。那么就要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来体现这种深情，是吧？滑音的时候，我们不要滑得太快，要很舍不得离开，不要滑得太快了，没有一种舍不得、依恋不舍的感觉，不要轻易离开这个发。不要离开这个发，不要离开梁山伯否则这好像18里相送有点太远了，这个山路又不好走，恨不得他早点回家算了，是吧？我们试试看，在一开始这音出来之前呢，要未有声先有情，不要急于把声音拉得很饱满好听，而是注重你声音后面所表现的一种情绪。我们试试看，在乐队的，我来一下。不要急于进来，我们的这个伴奏部分，你给我的时候稍微慢下来一点点，这样呢，我们这个语气会来得更充足。来，我们再来，从这儿哆滴滴哆，把小提琴引出来，不要离开。非常委婉，这两个发就像说，我像抽泣一样，多无奈啊，是吧？要活生生的，很语气化，是吧？有的时候要多一点，有的时候收一点，是吧？这种多的时候要一种按耐不住的这心里的这种愿望和热情，是吧？不能从头到尾都是轻处理，这样的话它就没有轻了，是吧？是吧？我们从这个发多无奈啊！不要急着数拍子，呼吸。典型的是吧？欲言又止是吧？所以这个语气呢，我们也要强化它。所以说节奏不要成为负担，不要成为这种约束，是吧？只要语气表现足了，这个节奏不是问题。然后下面的齐奏呢，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的一种心声，爱慕之情不能完全拉出来了。
呼吸。无奈妥协，无奈接受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形态，很多的姿态在里面。哆哩比哆哆哆，好，然后接下去。也就是不要把每一个音那么准确、那么明亮表现出来。刚才你是演奏很好听、很美，但是美与不美都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如果它能够表现很充分的体现一种情感，这是最美的东西。实际上，外在的声音并不是很重要，是吧？你这个哆咪你可以多一点留白，不要拉得很满，虚一点，让人感觉这。人到这个悲痛的急处的时候，都失声了。这个即使你音不出来，别人也会体会到这种情感的持续，好吧？所以你不需要拉得很实，多一点点空隙给大家去想象。走，难舍难分啊，难舍难分，不要过快的滑下去。又多了几分无奈，两个人对打，注意，那边是梁山伯，更强调，就好像说我真的不想走啊，哆啦滴啦啦，再强调我真的不想走啊，哆啦滴啦滴啦啦，是吧？多了几个音符，这个语气就加强了，是吧？这样的话，你的音乐显得也就更有逻辑性了。如果你把它再强调一下，是不是？所以是很重要，就是说语气非常姿态，给予这个音符的一种姿态，是吧？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刻画，它这样使这个形象呢，情感形象、人物形象就会比较完整了，是吧？所以说，你说演奏者呢是不能够说，怎么说？不能够照本宣科，是吧？这一个乐谱在这儿没有生命的东西，演奏要通过就是对这个细节的刻画，让这个不能用这种旁观的叙事的手法去交代作品的情节和过程，是吧？不然的话，你就缺乏这个感情发展的这种过程的这种揭示了，是吧？那么也就缺乏了一种逻辑性了，是吧？你必须要很艺术的把你的听众带到你的一种精神世界，是吧？你的情感世界中去。好，现在我们来演奏下一段抗婚，看看你是怎么表现抗婚的啊。你是想怎么样去表现这一段？
告诉大家，好吗？这段应该很激烈。然后这个曲子到了最高的这个最高潮了。还没有到最高潮，头坟是最高潮，是吧？抗婚呢，我听不到这种抗争感，音量不够，张力不够，啊，倒觉得你对这个婚姻好像也无所谓，没有太多的想法。看啊，可以多一点这种。这种张力，然后像哭腔一样，再多一点，再长一点，再长一点。这种抗争感就出来了，是吧？谢谢。那么下面这一段快的乐句呢，我们不要用很饱满的声音去演奏，不是？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弓弦摩擦、撞击的、矛盾的，是吧？这种充满火药味儿的一种东西。因此呢，弓弦的接触不要就简单的去追求好的音色，而是追求着这种它是否能体现一种情感。所以我觉得撞击的成分可以多一点，我们试试看啊。热情啊！这样的话，你看这种矛盾感、这种冲突是吧？这种戏剧性，它就在这个演奏中就鲜活了，而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刚才你更客观了一些，是吧？我觉得可以，不要想太多。另外就是刚才的这些滴哩当梆、滴哩当梆，这个技术上我听好像有点困难，是吧？你觉得难吗？这个换八？挺难的，因为需要那个很大的热情嘛，很够的力度。那你给大家示范是怎么样？而且，很大的热情。这个对它准确度比较难掌握，是吧？演奏者啊，必须要很好的去调整自己的一种状态。你需要一个火热的心，没有音乐你不能感动；冷静的头脑，没有冷静的头脑，你可能会忘谱子，你可能技术会不准确，是吧？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演奏中。如果你没有一个客观的你在监督的注视着你的这种演奏的状态，你可能自己很陶醉，别人听完了很茫然，是吧？是吧？火热的心，冷静的头脑，还有一个松弛的肌肉的感觉，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矛盾的。事实上，火热的心怎么能松弛的肌肉感觉？我们一激动，是吧？一投入，肌肉紧张是肯定的。我们需要音量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很多时候要去用力去压它。但事实上，你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支配这些所有的细节，你发现事实上你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比如说力量，不是说要用压才有力量，让你放松就有力量，是吧？你只要放松的坐在椅子上，你的椅子就接受了你的力量。你只要能够把你的手的力量转到你的琴上面。每次对我来说，我的力量出来的时候，我是一种释放，而不是加压，我是释放，是吧？所以呢，你用这些，这种方法来做的话，你呢就支出就少，你的支出少，你就更冷静，你就更客观，你更客观，你的准确度就一定会增加。技术上一定要这样，能省则省。那么，音乐上，当然你要毫无保留的要送出来。另外，你要有预先量的概念。技术上我们不能说拉到哪儿想到哪儿，这就完了。
要事先的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预先走，预先量，这样呢，你的技术呢永远是一个准确的。因为这个纸板上面没有像跟钢琴不一样，钢琴上面有这个是吧？键盘，你一看你就知道摁哪个音。小提琴黑压压的一片，就像黑暗中的楼梯一样。所以你的音准，你的技术怎么样能掌握？就是要预先量，就像我们在黑暗中上楼梯、下楼梯，是吧？差不多，差不多，是吧？你要有这种量的这种概念。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技术永远处于一种保险的状态，就像射箭一样，箭射出去了，他再去找目标。经常有人拉琴就是这么拉的，说起来很好笑哦，但是在演奏上这种问题非常多。好，下面一段楼台会，我们看看你怎么来诠释这个。但是我仍然觉得少了一点悲的成分，就是你还是音与音之间的过渡啊，还不够艺术性，还不够形象，大家都知道楼台会是吧？非常悲伤的一个场面是吧？我们要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来体现这东西，更多的泣不成声的是吧？一句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神态，很多层的这种情感。有的话呢是，有的话是可以讲出来的，有些话呢是留给观众去想象的。有的时候多便是少，有的时候少便是多，就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你多一点声音，那情感就少一些了；有的时候你声音少一点，别人会用更多的心的参与。因为这个创作过程是三度的创作，不仅仅是你在创作，观众在听的时候也是要进行第三度创作，他去领会这个，他去体会这个。我们这个出来也还是要注意强调情的刻画。另外声音呢，我仍然觉得过于亮，我们可以更多的靠近纸板，弓子可以在这儿，可以在这儿，可以在这儿这就像画家的这个调色板一样，在这个颜色里面我们可以调，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可以调色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所谓的音色我们找一种比较暗淡一点的东西，暗淡一点的特点的这种声音，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表现这个乐句你看，这个过渡，马上这种泣不成声的形象就出来了。如果人是很开心，我们又见面了，是这样收。你可以联想到很多姿态是吧？多无奈啊，是吧？听到眼泪了吗？千言万语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这两个迷像一种眼神，很深情的遗忘，而不是你穿那件新衣服很漂亮，很深情，音不需要拉得很明亮，乐器只需要
一点到为止，啊。呼吸。看到吗？我有的时候换弓的时候，我这种摩擦声我绕得出来，为什么？它很燃性，就像你讲话的时候泣不成声，讲话的时候带着泪，对吧？它就使你的这样的演奏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音符了，你是在一种审美境界的层次上的一种追求了，是吧？所以音乐的这个意境啊、情感的层次比外在的这种质感啊、声音的质感和高超的技术要重要的多，是吧？它能传情、能动人，是吧？大而化之的演奏，我觉得都能做得到。但我们重要的就是在细节上的刻画，让它变得栩栩如生，好吧？我们能不能从这个眼神这个地方开始？不要拉得很实，一句。再少点，太长了，能不能多一点留白？呼吸，对了啊，呼吸，对了，多一点，对了，无奈的。哭出来，无奈妥协，这个形象就不一样。下去，注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对答啊，你更主动的对答，回应。不要太多，回应出来，收，哩滴哆哩，你回应滴哆哩，两种声音汇聚在一起，共同的心声，汇聚到一起了。注意两个人的语气要统一，收，出来。出来，呼吸，不要急于进来，再呼吸，很好，谢谢。大家可以听到了，这个现在他的这个艺术形象已经显得比较鲜活了，它里面有呼吸，更像是在讲话了，而不是仅仅的在演奏，是吧？下面的我该哭坟了啊，英台，对，哭坟。好，我们现在停下。
还是觉得抗争感比较少啊。另外就是演奏的时候，有的人演奏是非常的大刀阔斧的，也很好，但是这应该是更多的表现一个弱势的个体去抗争这个社会的，这是一个悲剧啊，一个弱势群体的抗争，这倒像是个大力士的抗争。也更多无奈、张力的这样东西啊，所以这个和弦不要那么干净利索的浑厚饱满，而是要明白吗？这种抗争的和弦不要拉的就是一气呵成，要把它分开来拉。那么这一段16分音符这。拉得太轻松，跳得过于 happy。好像是琢磨着梁山伯是不是给他留了遗产啊？然后最后的这个头分的那一刹那，啊，语气坚决啊！我也听人有人演奏。听人演奏这个，你是有的时候让你搞不清楚，他这个最后那一刹那，这个气势啊，一定要有持续性，不持续的话，让人感觉他是怎么掉到坟里面去，咱们不知道是不是意外的事故啊，有时候有时候说不准啊。然后最后应该横下一条心了，是吧？已经势不可挡了，就是要以身是吧？殉情了，这样啊。最后这一句头坟的这个，我看看你怎么来刻画，好不好？最后那一句。像最后这个咪，这个咪，这是最后的一个悲剧，这是最高潮，整个作品的最高潮。但是我总是感觉这里面的戏剧性少一点。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得悲的成分挺多，但是愤的似乎不太够一些。所以演奏家要通过自己的这种再创作这个过程，要赋予他新的东西，给他更多的东西来充实他的情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是吧？把最后这个音做得再长点，让这个再夸张一些，再放大一些，这样的话，你这个最后叮梆梆哩就来的这个戏剧性就更震撼人心，催人泪下，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按这个谱子上写的1、2结束上班，下班了，不要那么准时出来，要把它拉得再长啊，让人撕裂别人的这种肺腑的这种感觉。等下小心了。2公自己完成。还没到。你怎么那么急着投坟呢？等一下，再长一点，不要急于想。对，好吧，就这样的话，这个戏剧化就增加了啊。好，投盆之后就是尾声了，化蝶。那么，咱们看看你是怎么样去塑造这个化蝶的这种意境的。你是怎么处理这一块？你来跟我讲讲。应该凄美一点。凄美一点。为什么？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冲破了这个封建黑暗势力，然后用自己的生命还赢得幸福。好，咱们且不讲它是不是冲破了啊，但是怎么去体现凄美？实际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道理可以这么讲，但你怎么去体现，这是很重要。演奏家的不是在这儿来说教，我们是要来传递一种信息的，是吧？所以传递的功能很重要。那我个人来觉得这一段呢，演奏呢，你应该跟前面主题出现的时候应该有所区别。刚开始爱情的主题，阳光、幸福、妩媚，是吧？很江南的这种风格，是吧？但是这次出现不一样了，是吧？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惨烈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剩下来的
只有追忆、刻骨铭心的怀念和思考。所以这次的主题出来跟前面的意义不一样，我们的色彩也要改变，是吧？我们淡化这个音符，强化意境，所以我们可以用更暗的声音，不要有那么多的滑音，不要那么多的。第一次很好，很明媚的，很这样吧，啊，但这次的滑音可以减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更深情一些，是吧？是一种追忆，所以这次换一种方式。乐曲逐渐的比较快乐的、比较欢快的，像我们听到的，好像蝴蝶都在飞，钢琴部分在飞。那我就看到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人演奏，就拉到这一段，就是喜形于色，看到蝴蝶在飞。但我觉得这个快乐，这种快乐不是这样喜形于色的快乐，是更多的是一种经历了这种沧桑后的一种微笑。像一种老人的祝福，一种微笑，这是一种含蓄的一种快乐，是吧？把乐队带进来，然后这个乐队整体起来，让我们主题再次出现。这次是对爱情的一种，是吧？歌颂升华了，是吧？唱一个我记得你的赞美呀，是吧？旁观的。主题出来，我们每次都赋予它不同的情感和一种这种特性啊。然后最后，好，这个赞美的这个旋律完了之后，我们来一下好吗？乐队最后小提琴独奏最后一句。好，很好，你把声音做得非常的遥远飘渺啊，这是非常好。我希望这个空间感再大一点，从一个音呢，到另外一个音的过渡稍微不要那么准时出来，稍微延迟一点，像一缕青烟啊，飘然而过，很遥远，很遥远，就像是这个梁山伯祝英台在天堂里对人间的一种默默的一种祝福，很遥远，很遥远。你要有遥远的这种意境。所以这个时间上不光是声音要很淡化它，而时间上也要注意到这种距离感啊，不要马上进来。比如说最后一两个音，让大家等待非常非常天边的声音飘过来的。不要怕声音太少，别人会
边边，声音让它慢慢的结束。好，声音虽然结束了，意境还在持续。然后这时候观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两首这个音结束的时候很有意思。实际上，从观众的掌声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观众是不是参与了第三度创作？有的你还没拉完，观众进来了，哎，可以拉完了。看这个音虽然结束了，意境没有结束，那个音还在持续，那种状态还在持续，到一定的时候。我知道刚才大家都参与了，这个拉得非常好。那下面还有一个小曲子，2分钟的小曲子，叫《美丽的罗斯玛丽》。这个事实上是一首非常难演奏的曲子，啊，虽然只有大概2分钟长，为什么难演奏？你知道？你觉得难吗？音乐上挺难的。难在哪里？难在这个音乐的这个表现方面。什么方面？因为它表现一个少女嘛。对，说的对一部分啊。难在什么地方？因为它的这个旋律不停地在重复。不停地在重复，所以很多时候你听完了就觉得，这个重复那么多的意义在哪儿？很重要是要给它变化，通过演奏来，通过2度创作来给它一个新的一个姿态，赋予它新的东西。因为长的作品啊，一首协奏曲30分钟、40分钟的作品，有的时候不是很难演奏。为什么呢？它音乐性在这摆着，到时候从这里发展到那里，水到渠成，有30分钟的酝酿过程呢，反正不愁你不进入这个圈套。但是给你2分钟的时间，让你展示出一个丰富的、多彩的一个世界，这就需要修养。你只有这么点儿时间，所以小作品往往更难演奏，是吧？这个呢是一个克莱斯勒是一个奥地利的作曲家，是吧？那么他这个整个的作品，贯穿的整个作品呢，就是一个舞蹈。问题这个舞蹈你怎么去跳，是吧？每次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态？这个可以想象，我们首先要比较高雅的风格，是吧？很小资，很满足 ，highbrow music 啊。那么我们试试看，能给他点什么东西？一开始，至少应该是甜美温馨的，我想。所以每次这个旋律出来，给他一点新的东西啊。第一次啊，准备跳舞的话，要稍微有一个 please 的感觉啊。不是像这个
大街上的或者舞厅的跳完了手一扔，自己走到自己座位这儿了，是吧？在这个维也纳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气氛非常浓的时候，人们是非常很文明的一种社会是不一样的，它要有一个这种姿态，是吧？这些东西就是体现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吧？这出来就是。好，接下去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庄严的大厅，簇拥着衣着华贵的一些贵族们一起在跳集体舞，一望无际的这些贵族们。安静下来了一点，出来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在跳单人舞。两个人进来了，它就代表了另外一个形象，是吧？就像不像两个人，一个人参与进来了，两个人情意绵绵的，像是一对情侣在跳舞一样。所以你注意，你的声音要跟它吻合在一起，是吧？我们就从这儿啊 ，OK。两个人跳舞。向你致意，谢谢你跟我跳舞。这时候，另外一个像是我们再给她一个新的形象，想象另外一个小姑娘，小腿踮着小脚尖跳出来跳舞，她要跳独舞。罗斯玛琳又回来了。所以这样我们的一个舞曲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舞曲，有独人舞，有小罗斯玛琳跳舞，一个小女孩跳舞，有双人舞，有集体舞，有很优雅的姿态，是吧？有很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很维也纳情调的这种风格，是吧？这样的一个舞曲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舞曲了，这就使这个作品就更形象了，是吧？那么谢谢你的演奏。谢谢薛伟老师，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您，谢谢。我相信今天我们在现场的每位朋友肯定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啊！我觉得今天薛老师在现场呢，可以说是毫不吝啬、毫无保留的把他对小提琴艺术上面的很多绝招啊、秘诀都告诉了大家。那我想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也都可以
这么切身的体会到什么是1度创作、2度创作，什么是3度创作。就像薛伟老师这个自始至终在课程当中所讲到的那样啊，从音符到音乐，它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要作曲家、演奏家，还有作为听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的，这样呢才能够使一首作品发挥它的这个丰富和饱满的这个生命力。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讲座，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接受和理解以及欣赏高雅音乐。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做到这个绝非是听1次2次讲座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没有关系，就让我们大家一切从今天开始，把今天这场由薛伟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个小提琴音乐讲座作为一个契机，让我们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去一点一滴的去一步步的走进交响音乐，直到最终的融入它，爱上它。
好。